嗨，感谢您收看《华尔街周报》。这一期呢，和大家分享一下巨头们最近都有哪些操作。不论在目前的股市多么难熬，我们跟着大师走，跟着这些巨头走，永远不会错失吗？感兴趣小伙伴欢迎点赞、收藏我的 YouTube 账号，也欢迎点赞和转发哦。我们来看看主力资金加仓的实时名单更新。美国当地的时间5月13日，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披露了截至第一季度末的美股持仓报告 13F 表。报告显示，在市场剧烈波动的第一季度，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、索罗斯旗下的基金 Soros Fund Management、国内知名私募景林资产等机构均对美股持仓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。13F 表是由管理者至少1亿美元的这样一个监管机构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披露其持有的股权及资金去向的重要文件，大量的美股投资者均将其作为投资的参考。首先来看看桥水清仓了特斯拉。13F 报告显示，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一季度建仓做多了伯克希尔哈撒韦 B 股类。谈到老爷子的公司巴菲特，也欢迎收看和关注我的 YouTube 账号，我们有分享关于巴菲特的一集哦。卡特彼勒、南方铜业公司、爱彼迎 Airborne 等260只股票或者 ETF 清仓了特斯拉、威瑞森、AutoZone 等23只股票，增持了可口可乐、百事可乐等多只消费股。有分析人士表示，桥水清仓的股票名单中有特斯拉，让人感到非常的意外。相关数据还显示，桥水基金一季度末每股持仓规模达到248亿美元，较上季度末172.02亿美元增加了44%，前10大重仓股集中度为33.94%。复选港股对桥水第一季度持仓数位研究显示，相比于前一季度，桥水基金进一步压住了健康医疗、消费品等板块，减少了对金融行业的持股。此外，第一季度呢，桥水还增持了 iShares MSCI 新兴市场的 ETF、领航富时新兴市场的 ETF 阿里巴巴 ADR， 显示出对新兴市场股核心资产的看好。原来桥水基金买了这些。看完桥水基金呢，我们再看看金融大鳄索罗斯他买了哪些呢？索罗斯继续钟情于电动皮卡。索罗斯旗下的基金 Soros Fund Management 的第一季度持仓报告呢 13F 显示，该基金第一季度每股持仓总市值为65.74亿美元，上一季度总市值为73.08亿美元。该基金在第一季度的持仓组合中新增了53只个股，增持了31只个股。同时，该基金还减持了24个股票，并清仓了动视暴雪、通用汽车和优步等59只个股，其中前10大持仓标的占总市值的48.93%。我们来看看，在索罗斯的前5大重仓股中呢 ，Rivian 仍然位列第一，持仓约1984万股，持仓市值约9.97亿美元，占投资组合比例呢为15.16%。Rivian 是索罗斯2021年第4季度新建仓的个股。这家美股上市公司呢，为美国一家电动汽车厂商，创办于2009年，专注于电动皮卡车 Rivian RIT 和电动车 SUV Rivian RIS 的生产，被市场看作是特斯拉的劲敌。亿万富翁乔治·索罗斯的投资基金加大了对 Rivian 的押注，并在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和 Lucid Motor Inc. 建立了新的头寸。正如今年2月披露的，索罗斯的基金购买了近2000万股 Rivian 股票，当时的价值呢约20亿美元。由于 Rivian 的股价今年大幅下跌，这笔投资呢尚未获得回报。但是周五提交的公告显示，该基金在截至3月31日期间又买入了600万股。这使该基金持有的 Rivian 股票达到了约2590万股，价值约6.93亿美元。Rivian 的股价今年已经下跌了约74%，而标普500指数则下跌了16%。福特汽车公司 Ford Motor 表示，该公司减持了更多 Rivian Automotive Inc. 的股票，给这家电动皮卡汽车生产商遭受保级的股价带来进一步的压力。福特公司在上周五晚间透过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一部公告中称，该公司以26.88美元的价格出售了700万股 Rivian 的股票，而上周的早些时候呢，福特公司以大致相同的价格出售了800万股 Rivian 的股票。根据 FactSet 的数据，在上周五的减持之后呢，福特公司还持有8.69万股 Rivian 股票，持股比例9.7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索罗斯擅长的金融衍生品的投资方面呢，索罗斯第一季度大举增持了纳指100 ETF 的看跌期权，占到了投资组合的比例了5.52%，持仓数量较上季度增长了40%。同时，大举增持了标普500指数的 ETF 看跌期权，占投资组合的比例为2.4%。
持仓数量较上季度暴缩了169%。自从4月份以来的美股表现来看，索罗斯此次的卖空美股，无疑再次获得了不小的收益。看完索罗斯和乔氏基金这些巨头们，我们再来看看华尔街的动向。华尔街开始流行新的 FANG 了，对标科技股的 FANG 曾经代表了我们的 Facebook、Amazon 这样一些巨头科技股，但是目前华尔街的新 FANG 指的是 F 代表燃料 ，A 代表农业 ，A 代表航空航天 ，N 代表核力量 ，G 代表黄金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看看能源股的超级行情为例来分析一下。纵观历史，其实就是能源股的现金流慢慢被科技股消费吸纳出来的一个过程。美国自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从洛克菲勒的石油和卡内基的钢铁博弈对决开始，在摩根加入之后呢，是一个沿着钢铁石油，一直到福特汽车、通用电气。然后到钢铁、石油、化工二战的时期了，又到 IBM 电子泡沫时期，接下来石油发生滞胀，又到了钢铁、石油中国入市的时期，以及新的特斯拉石油新能源的过程。能源和科技的分野通常以10年为单位，能源摧枯拉朽，而科技则是细水长流。能源的底层驱动力一直来都是战争。能源接力科技开启的是一个战时模式，从1战、2战到冷战，战争孕育了发动机、青霉素、原子能、晶体管、互联网等无数黑科技，人类群星闪耀，而不是货币主义和无底线的 QE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周报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的话，欢迎点赞和关注我的 YouTube 账号，也欢迎您转发哦。我是安琪，我们下周再会。